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我和心中所想的那个人，我们之间这段关系最终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选择你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如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要带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目前对于这段关系的状态是怎么样。好，那也来为大家抽验证牌的讯息。选到第一组的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状态是如何呢？首先我们抽到第一张是圣杯10。好，那看事物选到圣杯10的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状态的话，两人之间其实在相处上面不会有一个太大的问题，就算有的话也都在之前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都已经有慢慢的释放了，或者是说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的摩擦跟磨合，逐渐的让两个人之间从原本可能没有那么的靠近，或者说可能本来原本这段关系是比较辛苦比较痛苦的，那终于经历过了许多的考验之后，两个人之间终于能够顺利的走在一起，或者说两人之间终于能够携手的共伴，携手的走向未来。所以两人之间其实现在目前的感情状况来说的话，是还蛮不错，然后也很美满，甚至已经有点算是说蛮认定了彼此。那比较幸运的人的话，很有可能现在你们就已经是在稳定交往中的状态，但如果说你们现在只是在单恋啊，或者说暧昧中的人的话，至少在对于你来说，目前的这段关系状态来说，两之间其实相处上面是真的蛮融洽，也是还蛮好的，会觉得说在人生之中终于找到了一个让你可以足以去信赖或者是去靠近的一个人，所以看也对你来说也算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下一张。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权杖皇后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两个人之间其实都会思考着该如何让彼此之间的相处是更轻松、更加自在，或者是说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变得更好。所以两人之间其实在相处过程里面，从原本来是没有那么的贴近的两个人，或者说本来是没有那么相处融洽的两个人，那终于也让双方之间是有更好的相处的模式，然后也找到关系里面中的平衡点。那同时也可以知道说，其实其中有一方是属于最努力的，可能是属于比较阴性或者说比较阴柔的那一方，或者是女方，真有可能就是看两人会比较偏向于说是在阴柔的那一方的人，会很努力的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所以才有办法让这段关系现在是有一个这么美好的这个状态。好，宝剑6。好，那宝剑6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话，确实原本两个人之间本来有一阵子是没有可能，甚至是可能没有那个希望。那经历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两人之间的关系终于慢慢的好转。所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关系状态的话，第一个是曾经是有断联过，或者说可能曾经有分手过，那最后两人之间又再次的复合，或者说又再次的见面之后，那个火花又再次的激起，然后也因为那一次激起之后，反而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靠近，或者说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密切。那第二个就是你们这段关系
有一部分的人的话，应该是正在处于一个断联的这阶段。如果说你们是正在处于一个断联的阶段的话，原本这段关系里面就带给你了有一种灵魂伴侣，或者是说业力关系。双生火焰的话比较没有，就是灵魂伴侣跟业力关系的人，业力伴侣的就是反正就这两个人的两种你们的状态的话，就比较容易会是符合在这一组。因为关系中的你们其实相处上的状况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那都一直没有办法有一个结果的原因，也是在于说有一个最核心的关键问题，那个都一直没办法解决。那其实这个关键核心问题会在你们这次断联的时候，双方之间会有一个全新的想法跟全新的认知，或者说有其中一方终于愿意去踏出他的勇气，然后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或者说想要去重新回到你们彼此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才会有办法去促进说未来这段关系里面的状态的你们是有机会变得比较好的。那还有一种就是你们可能有一部分的是有一种感觉快要断联，可是这快要断联的迹象你们又好像找不到原因，因为你们原本的相处状况就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都一直相处上面是蛮舒适的，或者说也蛮不错。那怎么会突然断联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的话，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难以去猜测到的事情，或者说你们会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就是你们会有点无法理解，就是你们现在状态的话，就有可能是说两人之间的联系会有点断断续续的这个状况，但是又看不出来，猜不出说对方到底为什么现在对于你们的这个关系状态的话，会是有这样子的做法，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们目前的这个关系状态，或者说曾经有经历过的话，那就表示这组讯息是符合你们的。如果说让你们觉得有符合或者说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选到这组的你们，宇宙接下来要所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那接下来来看看说，你和他最终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选到这组的你们，你和对方的最终的结局会是如何呢？好，首先我们抽到这一张是审判。好，不是审判人，是赢者啦。好的，赢者。好，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可以知道说，在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会从原本断联，应该是说有一个比较悬的啦，就是看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有一部分的人，你们应该是在还没遇到这个人之前，你们就一直有一种好像有一个人正在这辈子都等着你们去相遇，或者是说有一种仿佛好像那个人都一直活在你们心里面，但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甚至有的人可能是都一直会梦到同一个人，可是你永远都看不到他的脸，你会不知道说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在你遇到了这个人之后，就开始逐渐的浮现出，那个人你一直在梦中里面看不到那个人的脸，原来就是你现在心中所喜欢的，或者是来问的这个对象。那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刚刚一开始所提到的，很有可能你心里面一直都有住着一个你的内在的高我，或者说一个内在的声音一直不断的告诉你说，其实你来这辈子上就是要找到一个人，那个就是你这辈子的挚爱，你的真爱，就是会有那种很强烈的吸引力的存在，会一直不断想要告诉你说，你就是来找一段关系，要找到那个人才可以。就是最主要是说这两种比较悬的一个解法。那第三种的话，就是说有可能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你们是一定会注定发生一次很漫长的这个断联。这个漫长断联的话，大概会是2到5个月，对，超过1年的话比较不会算了，大概是2到5个月以内，你们这段关系是有发生了断联的情况。那这个断联的话，你其实不太懂原因，甚至你可能也觉得这个断联原因有点可笑，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断联是来的有点太过于突然了，然后导致于说让你会觉得有点荒谬，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蛮气愤的或者是你会觉得蛮难过，可是到后面中间的话，或许也是因为你也逐渐的去体认到这个事实，所以这个事实之后，你也开始慢慢的去让你自己去学会去放下对于说这段关系的执着，但是你依然还是有把这个人
放在你心里面一个很重的位置，只是你有时候还是心里面难免会蛮期待对方有一天是能够重回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在看起来似乎对于你们来说，这段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只是对方为什么突然会不见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的话，其实是蛮困扰的，甚至你们会觉得是蛮痛苦的。但是这个问题的断联的这个核心的问题的话，其实应该在他去做这件事情之前，你们应该就有一点能够猜得到。只是在断联了大概1个月半，或者说快2个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必须要去体认到这件事情的事实，或者说你必须要去正视这个核心问题的这个事实这个状况。那当然选到这组的你们，有可能你们是还没有遇到，可是在之后我们这个就会遇到，因为我们现在来问的是你们最终结果会如何嘛，所以雅人会稍微讲解一下整个你们的关系状况的发展的过程，所以你们可能要稍微认真听一下。那还有就是这段关系里面的你们的话呢，其实这个关系你们一开始会想等待对方，可是在随着时间久了之后，你们开始逐渐的觉得自己也是应该拥有爱情的这个机会，或者是说自己也是应该能够拥有爱情的这个权利，所以你们从原本的愿意等待，然后原本伤心难过，逐渐的好转之后，你们开始就会想要去找一个新的对象，或者是说你们开始可能会愿意去接受新的人来到你们的生命里。那也不见得说一定会跟那个人在一起，就是说也不见会跟新的人在一起，但是至少在你们内心里面开始会去逐渐放下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执着。我今天抽到的是圣杯6，那圣杯6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曾经所带给予你的美好，就是因为两人之间非常的熟悉，或者说两人之间其实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那当初跟这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你本来也没有抱持着一个太明确的企图心，或者说你本来对于说这段关系只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相处还蛮来的好的人，或者说还不错的朋友，是值得深交，或者说会想要跟他继续的聊天下去的一个人一个对象。甚至有的人可能彼此之间曾经应该是一个团体活动中的人，或者说可能住在家里附近，或者是你们是有共同兴趣的人，所以可能会互相有许多的交流。比较少部分会是远距离啦，大部分来说，其实这组的你们会主要是有实际上跟对方见面过的几率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你们真的都还没有见过面的话，选到这组的你们，那就很高的几率就是彼此之间在金钱或者是礼物上面是有相互的往来，不能只有你给他，一定他有明确的要给你什么东西，不一定要送实际上寄到你家，也可以是说透过赖礼物啊那种送兑换券的方式，那个也可以算。然后再就是你们可能还蛮常会视讯，或者说可能很常会聊天讲话的，也可以算是选到这个圣杯6的这个含义中。那当然其实无论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情况的话，这段关系其实原本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常常会有那种时好时坏的情况。那至少两之间在相处好的那个情况之下的话，你会感觉到有一种非常深刻跟强烈的连接。所以刚刚洋洋在一开始我们的验证牌不就提到说，其实这组的你们比较多可能我忘记怎么讲了，反正就前面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你们这组的人一定会是灵魂伴侣或是业力伴侣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双生火焰，就是原因就是在这边。因为其实两之间的分开或者两之间的熟悉度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的差异在。所以看来其实似乎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两之间相处上面基本上算是蛮不错，然后情感里面算是慢慢的建立起来。确实你们之间会有种熟悉的感觉，但是不会到说马上的坠入爱河。这一组的你们一见钟情的几率其实会比较小。对，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吊人。好，那吊人牌就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两之间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应该还蛮常容易会碰到一些的外在的事情或因素。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如果说两之间本来要约见面的话，就是单独相处的这个机会
还蛮容易会因为遇到一些外来的事情或者说外来的事物去影响到你们这段关系，然后可能约了好几次都约不成之后，开始就有点放弃了，就可能就没有那么一直想要去约着对方可能单独出来见面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个解释就是，其实这段关系里面有一部分的人，你们可能是喜欢上了同性，或者是说喜欢上了双性或者异性，反正就是你们会认为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会试着想要去努力看看，或者说坚持看。那开始可能对方所对待你的态度跟方式的话，其实跟你相比，他的热情或者是说他愿意为了你们这段关系付出的这个程度，其实远不如你，反而会有点像是说是你一直想办法坚持这段关系，所以这段关系才会能够那么有机会的顺利的经营下去。所以关系中的你们的话，也算是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也非常沉长的时光，然后也一直有想办法呢，想要去好好的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你还蛮常感觉到很无助的。所以关系里面的话，当最后期对方断联的时候，你会更加的无法接受，原因也是在于说，你曾经为这段关系你付出了你所有的一切，你把你能够拥有的东西最好的你都给他，有时候连你自己可能都舍不得，或者说连你自己可能都不太能够去花这笔钱，但你为了他之后，你就会想尽办法，就只是为了希望可以让你们的这段关系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但这段关系我们前面提到说是注定会有一个断联的这个状况，比较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子那么一帆的风顺。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钱币8。那钱币8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啊，你们之间的两个人，当有机会重回的时候，双方之间其实相处上面是还蛮愉快。那其实在情感中关系上的承诺的话，确实也还没有那么的快，可是至少有一方应该说两人之间的向心力是相同的，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期待也是一样的，所以都是会还蛮愿意为了这段关系多做一点努力，或者是说愿意为了这段关系想要多付出点什么。所以你们俩之间原本可能在关系之中的话，是可能比较没有交集，或者是说可能本来是比较没有一些的互动性。那终于在两之间恢复联系之后，稍微有一点互动了，然后也刚好有一些的原因跟事情会把你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例如说固定时间要去看一个展览，或者是说在同一个工作圈，又或者是说两人之间要为了一起去什么样事情努力，然后就把两人之间绑在一起。所以你们双方之间的话，也可以算是说关系上面算是破镜重圆的这个几率是非常的高。那这个破镜重圆几率发生的时候，其实关系上的交流情感上的交流其实有点偏小，但大部分来说相处过程里面会不断的慢慢增加彼此之间的情谊，所以也不至于说让整个关系变得太糟，就反而会有一种慢慢的重新累积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共同的回忆，或者说两之间共同的这个情感在。然后就是接下来两之间就原本都没什么机会可以单独的见面嘛，那在重新恢复联系之后，那个见面的几率，或者说单独应该说两个人之间单独的相处见面是比较没有在公众场公众场是有，但是那个地方就不会那么多人去吵到你们，或者是说比较会有一些个人的两个人的恩爱的私人的空间，例如说像是包厢啊 KTV 啊，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家里啊，又或者是两之间会一起去踏青，会去一些户外的地方，这都是有。然后两之间就是会一起去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慢慢去增加两之间的回忆跟情谊。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女帝，那女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这段关系之后的两人之间的话，也可以算是重新找到了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安全感，或者是说重新找到了这种熟悉的感觉。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让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很顺利的推进，或者是说是很能够顺利的继续往下走。然后那个
心中的安全感的话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当重回破镜重圆的时候，其中有一方的经济的能力状况是真的蛮不错的，所以就是能够给予另外一个人更多的安全，或者说更多的保障，或者说给予更多在金钱上面的花费，是愿意把钱花在对方身上。因为其实你赚了那么多钱，或者说对方赚那么多钱，会觉得因为对于这段关系其实有点期待在的，所以会开始逐渐的愿意去给予对方在物质上面蛮不错的享受。其实也难免有时候可能会觉得给对方满满的物质就是代表是很爱对方。那当然在这边的话，本身你无论是说你或是对方啦，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其实都也不会太大的差异，因为你们最重要的就是可以跟对方可以修成正果，或者是说结成连理的这个期待在。然后再想抽到的是圣杯4，那圣杯4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在重回的时候，起初的话会有一个人还是会抱持这个比较质疑的态度，或者是说会比较纳闷说，这段关系究竟是不是真的如同自己这么想的？但是当静下心来的时候，细细想想，又还是会觉得，对，这段关系是自己所需要的。可是有时候又会想到过往的种种的经历，或者是说过往种种的一切，然后让你们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有很多的想法在，或者是说开始逐渐为对这段关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所以因此这段关系里面的两个人的话，还是会有一段漫长时机点。那如果说能够在破镜重圆之后再相处一段时间，其实当你们能够去相信对方的时候，或者说当对方愿意相信你们的时候，关系里面就会进展的非常的快。对，所以看起来目前来看的话，这段关系其实以整体来说也可以算是说否极泰来的这个情况。好，那这样抽到是塔牌，那塔牌意味在这边说，可能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应该比较不是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啦。对，洋洋在这边的这个塔牌解读比较不会像是关系中的破裂，洋洋会比较解读像是说，这段关系如果说是要能够继续的有一个结果出来，或者说两个之间是必须要走得更加的长远跟长久的话，就变成说你原本在对于这个世界上，或者说你的人生上面，你的一些的规划，或者说你原本一些的认知，你必须要去重新的做更改。当然对方也是，所以就是会因为这样子，让你们俩之间在关系里面的话，会重新去思考跟审视说，如果说我真的要这段关系，我应该要怎么去做才好。所以原本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才会有就是如何去找到更加成长自己的这个机会。那但也是因为后来双方之间有一个人就是比较有钱了，或者说是比较有能力了，那当然就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就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其实如果真的要有所进展的话，只要能够去跨越这个世间上任何的规范，其实就是不会那么的困难。所以这段关系的话，洋洋会认为其实很有可能你们其中也不是说其中有一方，反正你们这段关系可能是比较没有办法被家人给接受，或者是说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被社会大众给接纳，或者是身边的人是比较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你，因为你可能本身在面对感情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比较高调的情况。那当你比较高调的时候，当然因为分享爱啦，因为也不能说高调，就是说你们会有习惯分享你们生活中喜悦跟分享爱，只是希望你们的喜悦可以让大家一起来祝贺你们，或说可以让大家对于你的生活是会有更多的祝福，所以你才会比较稍微高调一点。那最主要就是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如果说真的要走下一步，走到你们的结果的话，势必还是要经历一段考验。这一段考验会是比如说家庭、家人，或者说亲密的挚友、亲密的朋友、亲朋好友这一种，要把原本旧的观念去推拨掉，然后才有办法让新的就是说让一个这个关系完全可以住进来。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塔的话，里面是没有人啦，它这个主要就是在于说原本的建筑，就是指说我们人类原本的那种既有的传统观念跟思想，所以有可能就是因为两人之间如果说真的后面要在一起的话，一定会发生所谓家庭的革命，或者是说一定会发生一些在生活上啊，或者说人际关系上面很大的一个转折跟转变，所以要稍微想一下。好，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皇后。那同样权杖皇后我们又再次出现了，所以说，这段关系的话，最后面还是会有一个蛮不错的解决的方式，是能够去顺利的，把那个所谓的状况给解除掉，然后是能够顺利的把这段关系推向一个更好的、更美的一个未来。那当然，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可能会比较需要借助女生的力量。这女生的力量可以指说你自己本人，或者是说你心中所喜欢的那个人，或者是你彼此之间的家人啊、长辈啊、亲密的朋友都可以。女性的能量在这边是比较能够去推进你们这段关系的。对，那如果说像你们本身是属于男同志的话，那你们身边就一定要有一个所谓的女性的闺蜜来去帮助你们。对，虽然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别跟什么样的性向，女性的能量一定要是真的女性啊。心理女是不能算，要生理女。生理女她们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们，能够去帮你们把这段关系可以往上推。那这生理女的话，不是你自己，一定是别人。对，所以这段关系的话，基本上到后期，你们可能会经历一段，两人之间都很无助，可是还是有彼此之间的陪伴的这个状况之下，那最后面就是会有一个生理女的人，不确定是谁，他们就会帮助你们，然后让你们这段关系是能够顺利的跨越这些的障碍跟阻碍跟困扰。然后再想抽到的是圣杯王牌，那圣杯王牌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当你们如果能够去跨越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困难的时候，其实是蛮不用担心的，因为这段关系的话，很明显，两人之间其实都是心意相通，然后也都很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因为当一个新的关系，它要从原本的不存在，然后要到重新的去塑造出来的话，就是这段关系你们势必会经历一个蛮刻骨铭心的感情。但只要你们跨越之后，甜美的果实，像这个甜美的美酒酿，那就会是你们的。只是因为他这边你们看哦，他拿了一个非常重的这个东西到，所以表示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要像这样这个酒一样这么的美好的话，去承接那一段感情跟思想的话，势必是一定会经历过一个还蛮大的考验，或者说一定会让彼此之间对于说这段关系是有一个非常沉大的压力。所以只要当两人之间都能够愿意的一起去努力，或者是说愿意的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其实只要你们维持你们本身的想法跟做法的话，就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其实会蛮恭喜说，就是在选到地狱组的你们最终的结果跟结局是一定会在一起。可是这个在一起的过程里面，势必是一定会经历过一段非常漫长的时期的等待、空虚、寂寞，然后甚至会有一种被抛下、被抛弃，或者是有蛮大的失望来看待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只要过了那个时期之后，两人之间开始就会走向了一个稍微有点久啦，但也没到多久，反正就是两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要完全的修补，还是必须要有情感中的注入。所以情感中的注入之后，又会因为两人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的机会，或者说两人之间其实变得更加的亲密密切，相处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之后，那最后面也终于确定了关系，或者说最后面也会愿意想为这段关系而多做努力，所以就跟你的家人抗争，或者说跟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做这方面的想办法去说服他们。那当然其实在说服的过程中，势必一定会经历过了一些的
不愉快，或者说会有一些冲突发生。但是这些冲突发生之后，其实就会有一个女性生理女的女性来帮助你们，让这段关系其实可以能够化险为夷，然后两之间就是可以走向一个更美好、更圆满的这个未来。好，那我们来去往下看，就是在天使神谕卡所想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来看一下浪漫天使神谕卡，他们想告诉你们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好，第一张，留意危险讯号，这个征兆正在警告你。好，所以就等同于说，其实在你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真的有出现了一些的裂痕，或者是说真的有出现了一些的突发的状况，或者是可能真的有一些的事情要等着你们两人之间一起去努力去跨越的时候，其实宇宙它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去告诉你们说，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你们两个人要稍微留意跟注意一下，因为如果说没有留意跟注意的话，其实你们就会其实一样会发生，只是它发生的时候那个力道它到底强弱的大小，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你有没有办法时间去多做准备，然后你需要花多久时间才有办法能够让这段关系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下去处理，或者是说比较痛苦的时期是该如何去解决掉这个漫长的等待。对，所以你们之后开始要留意一下这段关系里面所带给予你们任何的一个征兆，或者说任何的一个迹象，因为这都有可能是宇宙它透过各种方式想要让你们知道这段关系有时候会有点岌岌可危的情况发生。吸引力，全然的享受当下，你吸引到浪漫的爱情。所以你们之间两个人的话，其实本来就非常具有吸引力，甚至是在两人之间单独的那个相处过程里面，对他来说，其实这段关系是还蛮希望是可以去更加的了解到你们是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两个人是必须要好好的享受你们当下里面两之间的荷尔蒙啊，或者是相处的那个过程，那个都是在宇宙他想要让你们知道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其实是很值得拥有一份属于你们的感情的。好，然后所以这边的话，我看到你们抽到的神谕卡，其实这张卡就想告诉你们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确实会需要花一点的努力，然后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才有办法去让你们拥有一段属于真正你们的爱情，或者是说才有办法去让这段关系能够更加持久。然后再来就是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到说，对于这份爱，你们不要太过于吝啬，然后也不要太过于固持自己的己见、个人的想法，因为有时候你坚持在于你们自己本身的个人的想法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见得完全是对的，所以反而在一个适当的时机点，你们稍微做一点的改变跟调整的话，是能够去加速，或者说能够去帮助到你们这段关系的这个进展的这个机会。然后有时候你们可能还是要留意到说对方的一些的心理状态，不要只有你们一个人单单的努力，因为会需要两个人之间一起去努力，一起去面对这段关系所必须要碰到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两人之间的情绪。其实最主要是你要去留意到说对方内在他的情绪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因为如果你一直盲目的在这段关系之中，那你都没有去了解到对方的他的心理的状态的话，其实也蛮容易让这段关系可能后面会走向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可是因为我们刚刚这边的整体的讯息的话，其实都蛮不错。那这结果的到来的话，就要看你们前面的根基扎得有多稳，你们有多去留意到对方的心情，才不会你们原本都没有留意到，然后后面这个人他回到你们身边的时候，然后你们又没有办法去没办法把握住到这个人，那其实就会还蛮可惜的。好，那也来为大家抽一下字卡，来看看说未来的你，未来你们这段关系的话，应该说未来的你他想要跟你说什么，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抽一下字卡，未来的你想要跟现在的你说什么？
不想吵架。那不想吵架的话，洋洋在这边就会解释成说，其实你在对于说你自己的未来人生中的方向的话，你应该其实自己是蛮明确的知道，只是有时候你自己可能本来呢，你不太愿意去相信，或者说你可能本来就是不太去相信你们自己的直觉，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或许就不是一个注定的伴侣。但是因为我们从上面的讯息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就确定是你这一段关系注定的伴侣。那当然能不能走到最后也是要全凭看个人的努力，但只是对于普遍来说的话，你们会有更多的可能性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你们当中的两个人其实关系里面的话，尽可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和谐的情况。如果说都只有一个人在坚持这段关系，都不去做任何的努力去改变，或者是说不愿意去做一些调整的话，那其实本来也是很容易会两人之间会有冲突出现。因为在关系中的话，有争执有摩擦那才是正常的，因为才能去更加互相了解到彼此。那在交往时你就先了解到彼此之间的个性上的摩擦，或者说可能有点冷战的时候，反而是能够先开始去学习说未来我要如何去避免，或者说我该要如何去跟对方和好。想抱着你，好，那如果说想抱着你，就其实洋洋会认为说，在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们后面因为苦尽甘来了，或者是说终于把这段关系的梦想美梦成真了，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就会让你未来的你们反而想要去抱抱现在的你们，因为觉得说现在的自己真的很辛苦，然后会认为这段关系真的是蛮得来不易的，所以就会对于过往的自己会有更多的怜悯之心。所以未来的你想告诉你说，他真的很想抱着现在的你，因为有现在的你愿意坚持下去，所以在未来的他才会那么幸福跟那么的快乐，就是因为有现在的你一个人在默默的努力。我不敢付出，那我不敢付出的话，其实就等同于说在关系里面你就是因为会担心说有一天对方是又突然会不见，或者说对方有一天就开始跟你搞失踪搞消失，那么对你来说这个无疑就会是一个蛮大的伤害，或者说也是你本身也不太想要去面对的这个事实。所以未来的你想要告诉现在的你说，其实他还是会有一点不太敢付出。那既然你已经知道未来的你想要跟你讲出这样的话的话，那你其实此刻就可以开始去让自己练习如何变得更有爱，或者是说变得更有力量，然后让自己该如何可以变得更加茁壮更强大。那就算以后那个另外一半，或者是说这个你心所想的这个人他伤害了你们，但至少你们本身的力量是非常足够的，所以是也能够很顺利的去解决，或者是说去面对这段关系里面所产生的这些的冲突的事情。所以千万记得不要有任何的气馁，或者是说也不要去否定你们自己本身的能量跟你们本身的能力。太复杂，那太复杂的话，洋就会解读成说，其实这段关系在未来的话，确实这个状况会有很多的考验需要面对，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塔牌嘛，那就是你们必须要去把原生家庭啊，或者说你们身边亲朋好友的一些既定的思想，或者是说本来一些的事情的规划，要去做一点的调整。那理所当然就会导致于说双方之间在关系里面会变得有点心力交瘁，或者说会常常觉得不知所措。但至少他想告诉你说，未来关系里面虽然再怎么复杂，可是也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其实也是你终于好不容易求来的，所以其实本身也不太会想要去轻易的结束掉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段缘分，还是会想尽办法看能不能有所补救，或者是说还是会有可以继续经营下去的这个机会，只是在未来的话会有一些更多的问题等着你，现在你要之后去解决，所以宇宙才会希望说你一定要尝试着去多做一点学习，然后多去留意一下你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的一些的危险的警讯、危险的讯息，因为其实对方他
对说这段关系他还是想要愿意跟你在一起，那其实这件事情也终于让你达成了。那每件事情达成的话，他都一定会有他的要付出的努力。那如果说你付出的努力的不够，宇宙就会再派更多的事情来去验证说，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跟什么样的能力，你能够去保护好跟守护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好，那这边的话其实就看出来说，未来的你其实都是想跟你说，谢谢现在的你愿意这么的努力，才会让未来的他是能够拥有这么的多的一切。因为能够走下去其实真的蛮不容易的，而且我们有收到这个留意危险讯号的话，也就等同于说在未来的你的这个道路上面势必一定会发生非常多的冲突跟非常多的状况，那就要看你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就有可能这段关系本身就比较没办法给社会大众接受，那当然就是一定会发生出一些要特别留意的这个事情跟考验来去来去看说你们的心智的程度健康，或者说你们的毅力到底在哪里，那他才能不能决定把这个人就永远都派在你们身边。好，那这样的话呢，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者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好，那么看到说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朋友的你们，首先来看到说在验证牌地方，你们目前呢这段关系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好，我们这边抽到是钱币9。那钱币9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的话，看起来你好像有点孤单跟寂寞，因为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有一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可能有点找不太到自己的定位，所以不晓得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跟对方是在断联的情况。如果说是没有在断联的状况之下的话，就表示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现在两之间相处上面的话，应该是有一些的问题，或者是说有一些的情形，就是两人之间相处的话，其实有点没有到那么的融洽，或者是两之间相处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快乐，所以呢，相处上面的各种的情况的这些摩擦的话，你觉得心有时候还蛮累的，所以你现在呢，就是会比较把所谓的生活重心放在你们自己个人的身上。那断联的人当然就不用说，因为就是不知道对方到底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过得好不好，他现在是胖的，是瘦的，是高的，是矮的啊，高跟矮应该都一样，是胖还是更瘦？其实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多的未知数，然后再就是你也不太确定说对方的现在生活状况究竟过得如何，所以对你们来说，在目前的关系的话，你们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以你们个人自己为主，然后得过且过，随便过。那当然你们本身的事业上面发展也是蛮不错的，或是你们在目前现在可能因为单身的状态之下，所以你们就把自己照顾得非常的好。少部分的人，你们现在应该是本来就有婚姻，或者说本来就有一段稳定的感情，可是你们可能还忘不掉你现在心中所想的这个人，所以你也会容易的选到这一组。所以就意味着说，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对方本来就只是你的一个选项之一而已，所以对于你们本身来说，差异性并不大啦，只是你们可能心里面还蛮想念这个人的。好，抽到第二张愚者。那愚者在这边就意味着说，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你就一样，你如果说本来就是已经有关系的人，你只在问某一个人的话，其实你还是会以你自己本来的你现在的生活的感情中的那个对象为主，你还是会想要为他负责任，只是在对说你现在来问的那个人，你就是抱持着一个有缘就会在一起，如果没有缘的话，就是永远都不会见面的，也没有关系的这个想法在，只是在你心里面还是会蛮渴望有一天可以再次的碰到他。
那如果说是非有对象的人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你们心里面是想念这个人没有错，然后也还蛮常想念起那个人曾经所对你们的好，所以你还蛮常容易会把自己陷入在那个回忆里面。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通常选到这边的人，你们应该都是感情不顺的，然后跟对方都没有明确的互动啊，或者说那个互动几率超级小、超级少，所以你就其实在对说这段感情本来就没有抱持着一个太大或者是说多好的想法，因为就本来就很难可以得到一点好处，所以你现在心里面有时候难免你会有想要去认识新的人、新的对象，其实这个也是无可厚非，也不能怪你们，因为你们跟对方的相处，其实对方就有点不把你们看在眼里，只是你的内心深处还是会对说这段关系是有蛮多的渴望跟期待的，对。然后这样抽到的是权杖9，你看你们这边抽到2张9的，你看杨这边抽3张就抽到2张权杖2张9，那当2张9的意味着就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就一直呈现在一个停滞的情况。这个停滞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你们这段关系本来原本就已经停滞了非常的久，或者说本来这段关系要推动前进本来就很困难。那终于现在宇宙让你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结果跟状态，可能在你心里面还会比较有点对于说这段关系是有点留恋的，或是还是会期望跟期待说有一天对方是能够再重回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在关系里面的你们虽然表面上过得还不错，那你们也很积极的为自己的生活做努力，或者是你们很努力想要去认识新的人，想遇见更多不一样的感情的对象，其实在你们的内心深处依然呢，还是为了你们心中所想那个有留个最特别的位置。你们有时候啦会不自觉的希望对说这段关系有抱持很多比较不切实际的想法跟期待。那现在既然让你们看到，结果你们还是一样有不太想去放弃的话，那也是就看你们。就是你们可以继续坚持在你们所认为是对的事情上，但基本上选到这组的你们，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如果说后面选择结束的话，其实基本上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对，好，那如果说这边验证牌有符合到你们目前呢，对说这段关系的这个状态想法，或者说你个人的情况是有符合，因为看起来比较多像是在讲你个人，可是会讲成是个人是主要是因为这段关系就真的没有所谓的进展，甚至有人就是几乎是断联了，那根本就只能放在你们个人的焦点个人焦点身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你们这段关系最后面的最终结果又会是如何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牌。好，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吊人。这段关系的话，基本上呢，明显讲出来就不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其实也可以说是因为，首先就没有结果。那我们先讲好了，主要就是说，其实这段关系在原本要进展的时候，本来就有很多的困难点，或者是本来就有很多你们需要去面对的课题跟考验。那其实一段关系它能不能顺利的往下走，或者是说一段关系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明确的进展的这个机会的话，大部分来说是要两个人一起共同的努力，就像是一段感情，他要说开始要两个人都同意，但只要有其中一个人他决定落跑的时候，这段关系就是不会成立了。所以就等同于说，其实在抽到这组的你们，这段关系基本上呢，我们在前期的话会看不到关系的结果，所以也是因为你们心中有这些的想法，宇宙才会引导你们来看到洋洋的这支影片。好，那其实这边我们算是讲说关系最终的结果，可是洋洋还是会透过整个过程里面，让我们一起去慢慢看出来，
这段关系为什么后面会走到怎么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抽到了这段关系会呈现在一个比较停滞的状态。那这停滞的状态的话，基本上也是在于说你个人其实有一点不太想要去放弃，或者说你个人还是对说这段关系你是有点期待的，可是这个你不太愿意去放弃跟期待的话，是来自于你个人自己的内在的心里面声音所告诉你的。因为其实你个人内在心里面的话，本来就已经对这件事情是已经相当明确知道说要不要值得走下去，那这段关系是不是应该要选择放弃，还是说这段关系你们应该要怎么做才好。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对你们来说其实蛮重要，所以你们才会选择继续坚持下去。不过看起来有可能是你们把你们的坚持或者说你们的聪明你们的贴心有点用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所以关系才会一直都没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迈进。其实也是因为你们的回忆把你们给绑架了，所以才会让你们没有办法去忘掉对于说这个人的熟悉的感觉，或者说对于这个人一些有爱情爱慕的感觉。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侍者。那权杖侍者呢，在这边就等同于说你们可能会有点固执啦，或者是说都只看到这段关系好的那一面，却没有看到这段关系不好的那一面。所以关系里面的话，本来都会想着要去做调整，去做改变。那每一次当对方可能有给你一点点好的讯息，或者说可能有给你一点点好的相处啊，好的待遇，你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好像又有机会了。可是你只是在原地不断的踏步，或者说你只是一直不断的在原地等待着对方，所以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像是自欺欺人的这个状态。然后这种抽到的是圣杯七。圣杯七的话，在这边如果说我们跟权杖侍者搭配起来的话呢，对不起，先喝个水。圣杯七在这边搭配起来的话，就会比较像是说，这座的你们可能会一直想要找老师做占卜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找很多你们的宗教、你们信仰，或者说身边很多的人去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目前的感情的状况遇到什么样的情形，那希望他们可能可以给予你一些改进的方法。那通常你们会比较倾向于说可以获得改进，或者说可以得到这个人的方法，例如说像是做一些的小法术啊，或者说你们可能会去点一些其他老师们推荐的什么爱情的蜡烛啊之类的，就是会希望说能够想尽办法把对方留在你们自己的身边。所以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呢，本身这段关系要进展的话，其实你就已经有看到它困难的点，只是你大部分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考量，或者说你还是会没有办法让自己从这段关系给抽离。所以这段关系中的进展的话会这么困难的，有一点也是因为你可能比较有去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所谓的占有欲，或者是说你们对这段关系是有一点攻击性。这个攻击性应该是叫做企图心啦，你的企图心有点太过于明显了。那在对于对方来讲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有一点有压力，甚至会开始不自觉的想要去逃离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他本身呢，并不是讨厌你们的，对，只是因为你们的一些举动、你们的举止跟你们的行为是稍微有一点点去吓到了对方，所以才会让他在看待这段关系的时候，他才会有那么退缩的情形。那确实当他决定退缩的时候，他如果要再出来，或者是说他愿意再多感受你们的付出的话，其实这个基本上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情。因为他的想法如果说一旦既定的话，要推动啊，或者说要改变，其实有点困难。然后都是你一直不断去努力付出，甚至有的人会因为了这个人，你们会花了你们个人很多私人的时间，或者说有稍微去影响到你们的工作，甚至有的人会
为了这个人，可能换工作，或者说可能会特地找了一个空缺职位。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公司的高阶的主管，那你可能就会找一个空缺，让那个人来去填补那个你特别找出来的空缺。所以就是也是蛮明显知道说这段关系在起初发展的时候就已经有碰到了很多的问题，或者是说真的就是已经有碰到了很多两之间都必须要去留意到跟注意到的那一面，以及就是要如何去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好，那边抽到的是宝剑九。宝剑九的话，这边大概有几个含义啦。那基本上洋洋会认为这段关系，第一个就刚前面提到验证牌，就有可能说你们就是已经有原配了，那你们又喜欢上这个人的话，所以就会变成是说关系中的话，其实对方他也知道你已经有原配这件事情，他就是不太愿意去当小三。那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就是说，你知道对方可能后面会有喜欢的人，或者说是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对象。那这新的人跟新的对象的话，你也知道说你可能有点比不上他，但是你就是会对他有非常的嫉妒心，或者是说你会看到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跟对方在一起，反而还笑得很开心啊。没有你的话，他就觉得好像无所谓，所以你就会觉得看到他们俩之间这么的恩爱，这么甜蜜，其实心里面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个太大的滋味。所以关系中的话呢，你会一直觉得说会想起曾经这一段你可能被他抛弃的这种感觉。但这个抛弃只是说精神上的抛弃，会觉得自己好像都不被对方给受重视，明明你付出了这么多，却都一直没办法站在对方的心目中的第一位。那当然对你们来讲，一旦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又没办法站在对方第一位，得到对方及时的关心跟照顾，你又会觉得非常的不满意，或者是说会觉得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要去如何经营好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那你自己本身的话，也会都只在默默的观察，看看说对方的目前状态呀，他跟他心中所想那个人现在进展到哪里啦？你会一直不断的像疯狂似的一直去找，一直去翻，就是其实你只是单纯的好奇心，也并不是说想要去改变你们自己的心态啦。对啊，所以还是要建议你们，如果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真的发生这样子的情形，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抑制住你们对于这件事，你们之间这段感情的这个疯狂的程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太过于疯狂的话，基本上对方可能也都会有吓到，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面对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他会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因为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被一个人给监视着。好，你看我们这边抽到同样的9，你就知道其实在宝剑9这件事情的话，它的能量在你这段关系未来是有多长，或者是说是有让人觉得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可是在这边的宝剑9其实更加意味着说其实你们是真的蛮向往一段稳定的关系，可是又会因为考量到自己的状态，所以有时候你们也是蛮挣扎，说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谈一段感情。然后再是有的人可能会蛮执着于在对方身上，但是当你特别执着于说在对方身上的话，也是蛮明显可以看出说这段关系里面所造成两之间一个的伤害程度，或者是说两个人之间在相处上面的一些的摩擦，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些的摩擦跟伤害，就可以知道说两个人之间确实是有一点不太适合的，或者是两人之间其实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磨合在你们之间的这一段的关系。对，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两张宝剑9，它所呈现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对，所以像特别如果说是同性中的人的话，也容易会选到这一组，因为你们会蛮向往一个稳定的家庭跟一个稳定的爱情，可是很明显对方就是没办法给你们，甚至有的人可能有喜欢上异性恋或是双性恋，那这个讯息会更加明显，你们就会蛮害怕说自己有一天是会被对方给抛弃，对，或者说对方可能本来就没有去考虑过你们这段关系。那洋洋也不得不说啦，其实对方确实也没有，所以你们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
免得都是让你们自己个人扑空。对啊，青春就一次而已。好，这样抽到的是权杖，这个应该是权杖国王。好，那如果说这样权杖国王的话，就表示说这段关系控制力有点太强了，会让对方有时候会有一点窒息的程度，所以会希望说，当你们这段关系发展到这样的状况之后，不要像权杖国王一样，一直想办法要去展现自己有多好，或者说要去展现自己到底是有多深情，或者说去展现自己其实是多么适合成为他一个谈感情的对象。但是很可惜，就是他就不是选你啊，他就是选别人。那当他选择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去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些一切的事情，而不要只是找各种方法，就是为了把他绑在你们的身边。其实把他绑在你们身边，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因为关系之中的话，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当你们太过于主动的时候，也蛮容易让这段关系自信感程度会不断的增加。对，所以关系中的你们要特别留意一下，说有时候真的不要付出太多。有时候当你越想去抓得越紧，它的反弹力道就越大，就跟皮球一样，或者应该是我们就讲橡皮筋吗？反正就是关系里面，当你们一直把它抓得越紧的话，你就反而会越抓不住。也可以像沙一样啦，通常你握得越紧的话，你真正能够抓得住的也没有那几粒，就一点点而已。对，反而有时候当你选择顺其自然的时候，这段关系是能够去顺然的推进。可是洋洋还是会认为这段关系中本身的这个机会偏小。对，好，这边抽到的是圣杯皇后。那圣杯皇后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你们都一直会处于在一个不知所措的情况，或者是说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然后有时候你又会去考虑到别人，会去考量别的感情，然后当可能从别人感情又有点受挫，或是说得不到你们所要的结果的时候，你们又会再次回来到这一段的关系。所以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看起来其实有一点反反复复。那如果说你确定你不会是造成那个反反复复的这个人的这个情况的话，那就等同于说，其实在关系之中的你们会容易受到对方在一些的行为举止上面，你们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就是很容易因为对方的一言一行，或者说他任何的举动，去影响到你们之间，影响到你的个人的情感上的依赖感，或者是说你情感上的一些的感受的程度。其实对方他的态度应该也都一直都蛮明显的，只是有的时候你们会不自觉的不太愿意去接受，然后你们就只为对方好。那对方他这个人呢，本身可能也不太会想要去把状况交恶，所以当在每一次的练习或者说每一次的接触之后，他就会去思考说，你对我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说有一天他发现到你其实对他是有好感的话，基本上你的一些跟他相处中的特权就会没有，然后也开始逐渐你的情绪上面会开始变得有点不稳定，也没有说到变疯，就是会变成是说蛮不甘心的。其实人会觉得在这边更多是不甘心，因为其实你很努力的想要让对方看到你的好，或者是说把你的最真实的样貌展现出来，只是为了吸引到对方能够愿意为了你义无反顾的在一起。可是很明显，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最终结果，你们都比较呈现在于说是个人的努力，或者说你们的嫉妒心，你们的一些的想法会一直不断的浮现出来。好，我们再抽2张牌的讯息是什么？好的，魔术师。可是这边的魔术师洋洋会认为说有点做太多了。对，就是你们会换很多种的方式去跟对方相处，那对方每次都认为说，你只是把我当朋友。可是当你们越做越多，有点逾矩了所谓朋友的那一条线，他觉得你们付出的程度是已经有点太高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开始有那种压力的存在。那当他感觉到有这股压力的时候，基本上他所在面对于你们的方式啊，面对说你们的态度的话，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然后就会让这段关系变成是有更多的冲突存在。所以也不要说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魔术师就好开心，就是终于关系可能好像有个否极泰来的机会，那其实不得不说是真的没有。就是对他来讲，只要是他不喜欢的，你付出再多都没有用，你改变再多的机会，改变再多的方式，其实对他来讲这都是一个沉重的压力。所以反而你们可以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或者说你们可能可以知道对方现在最近在研究什么，那你们可以陪他一起研究，但也不要为了他去比如说买一整台机器啊，或者说去改变自己，会来做个大改造。这个你们做的改造越大，你们做改变越多，他的心里面上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那他心理上面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想要去让你们这段关系算是完全的去做拆分，或者是说会离开。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权杖女皇。那权杖女皇的话呢，第一组好像有抽到，不过没关系，因为在这边的权杖女皇就意味着说，当你的心思越乱，越胡思乱想的时候，你所想象出来的那件事情，它是越不会去发生的。所以看起来，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应该蛮常容易会因为这段关系，就是继续的一直情绪上面会有很多起起伏伏的情况，或者是会对这段关系有很多让你们觉得非常担忧的情形。可是如果说当你们选择又不去动，又不去主动推行的话，你们又觉得关系里面好像看不到所谓际遇吧，或者是说关系里面看不到你们所想要渴望的那个结局，甚至有时候你们连结果都看不到，都也感应不出来。所以看起来整体来说，洋洋不得不讲，这一组的你们关系上面是不容易进展，然后比较多是呈现在一个停滞的情形跟停滞的状况。然后因为我们这边总共有抽到了，洋洋确认一下。好，那这边的话，再来我们抽到有两张皇后牌，所以两张皇后牌又更加验证说，其实这段关系有时候你把它看得太过于感性了。可是当你太过于感性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很容易会受到影响，会受到波及之外，那你们也会开始容易会犯错，或者是说前面提到的容易踩到对方的底线，或是容易做的太多，会不自觉在对方展现出你们可能有能力的那一面。其实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在自己喜欢人的面前表现出最好的那个样子，但是很明显就是你们其实在这边就是不适用，你们就是不应该一直想办法要从目前这些人身上找到你们那个认同的地方。对，就是个人的认同的部分，所以太过于执着就不会是你们的。对啊，反而顺其自然的话，对方应该是还蛮喜欢跟你们相处。对，好，没关系，那我们来去往下看，就是说浪漫天使想要给予你们什么样的讯息呢？好，宽恕与学习，当你释放并疗愈过往，你会在当下片刻体会到更多的爱。这里的字好，有点拿的有点太近了。好，那这边就等同于说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你要去原谅你过往以前的情感中所经历过的经历，其实不只是只讲这个人，也可以是讲说你的上一份感情，或者说你之前喜欢的对象，他们曾经所对待你的方式，让你会感觉到其实自己是
对于感情可能是不值得被爱呀，或者是说有伤到你们哪些心理上面比较脆弱的那一面，那就会逐渐的让你们可能对于说目前的这段关系会有点抓得太紧，就是因为你们怕对方又跑掉了，或者说你们又怕自己再怎么努力，然后这段关系最后面没有结果，那你们所付出实际上付出的那一切可能后面都没有，所以就是你们会开始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把这段关系握得太紧，就像是手里握着沙一样的概念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里面确实有造成给予你们蛮大伤害，或者说会有一些让你们都比较没有办法去放下的事情，所以宇宙也会希望说，无论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过往的人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学会去放下。然后学会去放下之后，你们要重新去思考自己为什么又会一直犯下同样的错，那是不是有一些的症结点、盲点是你们没有留意到的？或许可以在每一次的学习的过程之中，你们会找到一个属于你们自己个人人生中的感情中的定位。因为其实当你们选择去宽恕与学习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们愿意将自己与宇宙做个连接，那当连接的时候，就容易会让关系里面有更多的机会。好，那看起来洋洋这边呢又不自觉抽到了2张，所以呢洋洋就把这2张一起放出来。对，这或许是宇宙要给予你们的讯息，因为刚刚洋洋在上一组第一组只有抽2张而已。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留意危险的讯号，这个征兆正在警告着你。第二个就是了解彼此，向对方展露内心深处的自己，你们的连接会更加深。洋洋会认为说，其实把这2个如果说讲在一起的话，就是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中的你们是应该不得不说，其实这个人就真的不适合你。然后你们如果说真的还是会想去贴近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会建议你们，如果说有机会跟对方深谈深交或者是聊天的话，要把你们内心深处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让对方知道，让对方清楚。那其实也可以看出来说，有可能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别人说谎。我们先无论他到底有没有说谎这件事情，但是对于他来说就是不喜欢别人说谎，所以对他来讲的话，这段关系如果说你是说谎的那一个，他就有可能就不会想要去经营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你们之间的这段的缘分，因为对方他是对于说自己的另外一半的要求是真的还蛮高的，那他想要去多了解你，可是他又找不到方向，或者说有一点像是无头苍蝇吧，所以就会需要说由你主动去展现出来。那留意危险讯号的话，其实想告诉你说，这段关系确实是比较不适合，因为你们看到这3张出现的话，基本上都跟对方的那种情感啊，或者是说对方的心理状态都没有太大的作用，或者说没有太多的解释，比较多像是在讲你个人，或者说你这个人的部分需要去做很多的调整，或者说要去做很多的改变，要去做很多的留意。对，因为如果说当你处理不好的时候，其实这段关系它要断联也是可以断得蛮干净的，它也不会有太多舍不得放不下的这个情形，它依然还是会继续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对，就是他是没有带感情的跟你相处，反而有时候他的目的性就是希望你能够清醒而已，就这样子而已，他心里面就只有这么想。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神谕卡地方所想告诉你们的讯息。这边就是每一件事情呢，它都是你的礼物，所以想告诉你说，其实就是说天使想要透过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其实现在你们无论你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这段关系
它都是宇宙所带给予你们的礼物，所带给予你们的馈赠。所以洋洋有点不太确定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你们的人生是不是经常容易碰到一些挫折或者是失败，或者说你们在感情里面总是会不容易的找到属于自己的真爱。虽然有时候找到的时候你们也会觉得自己是蛮彷徨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们这一辈子其实有点像说在为了得到爱而追求爱，可是你们千万要留意，就是说如果当你们没有把自己给照顾好的话，你们又有什么样的资格是可以跟对方去谈情说爱，对不对？所以当宇宙他把美镜拍到你们身边的时候，你们就是应该要怀着一个感恩，或者是说怀着感谢心情，感谢宇宙他愿意磨练你们的心智，然后让你们可以变得更好。那当你们变得更好的时候，其实你们就会有属于自己的正缘的关系。所以也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的你们也不要因为怕担心自己没有下一段的感情，因为透过台中的应该说牌面中的讯息的话，很明显就是你们一定会有属于你们自己的感情，只是因为你们都好像一直没办法从感情中的过往的过错走出来，或者说你们一直不断犯下相同的错，也是因为你们内心中的伤痕是没有被疗愈到的。那当没有被疗愈到的时候，就也很容易会错认很多的事情。所以宇宙会希望说，你们要怀着感恩报德的心，然后去感谢天使，感谢宇宙，他们将属于你们的人生中的历练牵引到你们的身边。那当你们历练好之后，他就会将属于你们的一切还给你们。对，好，来看一下字卡。字卡的地方就是未来的你想跟你们说什么样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可告人的秘密。那看起来其实在未来的你们呢，个人的部分的话，如果啦，就是因为刚好现在台湾5、6月份发生了很多政治人物啊，或者说艺人大翻车，所以会建议你们说，如果你们真的有做了一些可能不可饶恕的事情，趁你们的事情还没被挖掘到，还没被发酵出来之前，被别人知道之前，主动的承诺，应该说主动去说出来，然后主动的诚实，然后如果说真的需要向别人道歉的话，就好好的去道歉，也千万不要为了所谓个人的面子，或者说觉得这件事情过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话，千万不要。你看这些台湾今年2023年6月份发生了这么多政治人物跟演艺圈这样子，你看都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但是还是被一一爆出来了。所以千万记得是说，在一段关系之中，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让对方知道事情的话，就让对方知道，要不然免得有一天突然被发现的话就很糟糕。因为这是未来的你想要跟你讲的话，所以是等同于说，这段关系中的那一个人也不一定只说你现在问这个对象，有可能是你新的人。对，我不敢付出。好，那看起来其实有可能还没有办法从所谓的过去情感中的伤痛中走出来，所以才会导致于说，让你们在关系或者说爱情里面的话是没有办法勇敢去付出，或者说没有办法勇敢的去面对于你们真的感情。因为这边是解说就是这个神谕卡想告诉你们说，宽恕与学习。所以如果你们只有宽恕却没有去学习如何去面对说自己的伤痛，或者说去疗愈你们自己的话，确实同样的过错会只不断的重现出来。所以或许也可以知道说，洋洋先捡个牌卡。好，那或许也可以知道说，有可能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如果你们真的愿意去跟对方说出你们一些真正的想法的话，那有可能对方会给你一些蛮不错的建议，或者说对方会让你上了一课，所以才会有一个什么了解彼此跟所谓的危险的警告讯号，就是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对啊，可能这个人来到你们生命里面，就是要当你们的人生中的导师，就希望说在未来的你是能够勇敢的为了一段感情去付出的。可是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到了，要不然未来的你们就不会跟现在你们讲出这类的话。对，所以其实未来的你们这些话的话，其实都是有机会可以做改变，就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此时此刻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就去改变你们自己的方式。好，然后再来能不能在一起，那看起来其实未来的你的话，情感这种伤痛可能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然后又遇到了很多刻骨铭心的感情，但每个人状况比较不一样啦，所以或许因为这个未来的你的跟现在你讲的话的话，其实是没有设定时间的，所以面对于你们这段关系，你们这个人未来的告诉你们这些话的话，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他碰到了情感中的问题，他想要对那个人说，但也想对你说。对你说意思就是他希望你能够听见未来的自己所遇到这些的紧急的状况，或者说这些的情绪都一直还没有办法拥有属于自己的爱情，其实会觉得很难过。我办不到，很抱歉。所以表示说你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的努力，或许你们的火候不够，或者说你们可能选择了放弃，又或者说你们可能选择了让你们觉得最轻松的那个部分。所以未来的你，就算他多么想要得到幸福，或者说多么希望可以得到自己所想要拥有的一切，但他想要跟现在的你说，他还是没有办到你可能所想要的。所以看看说你们现在心里面除了这个人以外啦，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但有可能在讲说这个人，对，就是你们现在问心中想这个人，就有可能在未来的你也是因为他发现到说可能没有办法放下，所以想跟你讲说真的很抱歉，他还是没有办法放下。又或者是你们想要尝试着去放弃，去为了能够让这段关系有个奇迹转机出现，但他想告诉你说很抱歉，他没有办到，他依然就让这段关系就从自己的手中离开了，有可能是他讲这句话的用意。好，那反正这段关系要之前前面所提到的就是这样子，所以看你们自己本身愿不愿意去做一点的调整，或者是说打开你们的视野。对，好，那这样的话就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好，那如果说这边这组牌组讯息是对你们有所帮助，或者是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的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还是会希望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其实是希望你们可以能够拥有幸福，但是也希望说你们可以意识到说如果说真的并不是属于你们的人的话，或许选择去放下对你们来说会是比较好的。那还是要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祝你们幸福快乐，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到在验证牌地方，就是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的这个状态。好，那也来为大家抽牌，我们来看看目前你们关系的状态是如何呢？好，首先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第1张是在战车牌。那战车牌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应该两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平安无事，或者说两间相处在表面上来说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当两之间没有见面或者是没有一些互动的时候，其实在你的心里面的话会有很多的担忧跟害怕，甚至会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会开始渐渐的不知道说你应该要怎么和对方相处才有办法更加的去突破目前现状。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以牌中来看的话，现在的两个人的关系状态大多是呈现在一个停滞的时期。可是就算你真的想要去
为了这段关系可能要做一些吹毛求疵的一些挑剔的话，你在旁人眼中看起来也会觉得你会是属于比较想太多，因为目前来看的说两个人之间相处的过程之中没有太大问题，顶多就只是对方他可能回你讯息比较慢，或者说他回你的讯息有时候会稍微比较简短，或者是有时候会比较不会去接你电话，或者是对方会找一些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去拒绝你的一些的邀约。所以基本上在你们之间这段关系之中，其实如果真的要说一个评价的话，顶多你们会觉得好像对方不喜欢你，可是在相处过程里面又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对于这段关系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你们其实真的要说也拿捏不准，因为就觉得这段关系有点像是暧昧不清或者是暧昧不明，可是对方他的态度又不会让你觉得好像他讨厌你或者是他不喜欢你的这个状态，只是你开始会有一点去猜，或者说你开始会去思考究竟这段关系你们应该怎么去突破才比较好，这会是你们现况觉得比较困扰的地方，也是你们现在最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再来抽到的是宝剑国王。那宝剑国王其实也可以知道说，就像刚刚所提到的，你们跟这人之间互动的话，可能对方回应你的频率真的没有那么的多，会比原本当初你们相处的刚开始认识那个时候会来的降低非常多。一开始你们的心情上面是确实花蛮多时间去调试，或者说花蛮多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但你们还是会认为说这段关系其实应该也是可以试试看，只是有时候当对方面对于你或者说跟你互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比较没有感性的那一面，或者是说他是用比较一般常理判断的方式来跟你相处，所以你会没办法感觉到这个人对于你的甜言蜜语，或者是你会感觉不到这个人所对于你的关心。有时候你会觉得他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不太去关心你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说也不太会去关心你现在过得如何，或是也不太会去关心你在生活中的细节。那就算你一直跟对方报备你的生活，是分享的生活，他也不太会巨细靡遗的去分享他的生活，其实他顶多只会分享个大概，或是要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会跟你们分享。所以有时候你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态度上面会让你感受到蛮冷淡的，或者是你会有点猜不透对方到底真正在想什么。然后就是这个人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找不到这个人，你就知道他可能现在碰到状况。那起初你会对他很多的包容跟关心，或者说你会能够去接受这样个性的他，但在随着日渐相处之后，他的方式他的态度都一直对你没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然后都一直是一样的状态。其实有时候你会对于这件事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有一些的不满，或者你会有一些的担忧，甚至你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被他给抛弃的感觉。其实更多来说，准确讲的是失望，就是你对于说这段关系失望的程度还蛮高的，会找不到所谓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的定位到底在哪里。好，然后再我们抽到的是审判。那审判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其中有一方是主要来去引导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主要来去决定说这段关系的走向，所以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是由其中一方来去取决于，所以看起来有可能是由对方他想要去控制着这段关系的发展，或者是说由他来去决定这段关系里面应该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相处，会让两人之间觉得是比较符合他心里面期待的。所以看起来也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如果说是比较阳性能量的那个人的话，通常呢他是属于不喜欢被别人给操控的性格，然后或者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最不上心的，是比较不会想要去特别经营的这个状态。那最近这段关系的话，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的变动。那这个变动的话，会发现到说对方回你的频率真的越来越少，或者是说会越来越可以和这个人见面，或者是开始很难可以约得到这个人。所以
之后或者说最近的你应该心里面的落寞、失望或者是失落的感觉会越来越重，也是因为对方其实他是有点在刻意的想要去调整这段关系的步调，或者说那种相处的频率跟机会。好，那这边如果说验证牌让你们有共鸣或者是有符合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就是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那这次的占卜的内容的话呢，洋洋就会以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我们最后来去推敲说到底最终这段关系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不会直接讲结果，会讲整个过程。那其实在过程里面的话，你们可以去判断或者是说去思考一下所带给予你们的一些的课题，因为在相处过程里面的话，一定会有一些两个人之间的盲点，或者是说你个人自己在面对于感情之中，会有一些你可能需要去做调整，或者是你自己需要去面对的地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不分任何的性别，或者说不分任何的性向，所以如果是 LGBTQ 的话，也是可以来继续看接下来的影片的内容。好，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三。那圣杯三的话，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有一部分的人的话，可能是属于情感关系上面的话，可能是多重选择的众多之一。可是这个比较多选择的情况之下，通常是你比较不知道，或者是你后面才会知道，原来你只是他的其中一个选项而已。这是一个比较强烈的讯息。那少部分的话是你本来就知道了，那你本来就知道，你可能会知道说，他可能有其他的对象啊，或者说其他的暧昧的人，或是你可能有在猜这件事情，或是他可能本来就有一个正宫在之类的。所以对你来说，其实会对这段关系会非常的犹豫，或者是你会觉得自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才有办法能够去把握得住这段关系。那当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某一个选项之后，其实你心里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你必须要变成是最突出的那一个，或者是你要一直不断去猜说对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你来说会觉得比一般不知道然后又单恋的人来说会更加的劳累，因为你其实会有一些对说这段关系会很难进展的一个预设的立场，比较没有办法像一般单恋的人可以那么的轻松自在，那个压力会比一般的来说更大一点。那这些人的话，基本上这段关系两个人之间相处其实也不会有太多的不愉快，只是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猜测说对方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有可能你们这段关系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点像是说猫捉老鼠的这样子的相处的模式。好，那我们抽到的是吊人。那吊人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起初真的花了蛮多的时间或者是蛮多的心力去看待这段关系到底应该要怎么走，或者说应该要怎么做才好。那或者说一刚开始你们可能对这个人本来就也没有太多的感觉，或是有好感，那你们也选择慢慢去默默等待。所以其实这段关系看起来呢，你们真的是拖了有一段时间，然后也是有认识了一段时间，你们可能才来做这次的一个大众占卜，或者是说你们最近这个感情的状况应该是真的发生一些事情，或者说你有发现到说对方所对待你的方式，或者说回复你的时间的频率也越来越低，所以你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你们还是会有一些的期待，因为有的人是可能就单纯的只是希望可以待在对方身边，那有的人只是单纯会希望说不想要那么快轻的去放弃这段关系。那再来第三个有可能是这段关系里面对你们来讲的话，你们就仿佛好像找到一个自己人生的灵魂伴侣，所以有的人这边这个就有很大的几率就会是双生火焰，所以你们就会不太希望这段关系那么轻易的去拆开来，因为跟对方相处你们会觉得非常轻松跟自在，并且会感觉到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把你们两个之间牵引在一起，去把你们两个吸引在一起。所以双生火焰的几率会比灵魂伴侣的几率来得更高，但是后期的话应该有可能你们会开始有点疑惑说到底你们俩之间是属于哪一种的关系。那业力伴侣的话比较不会出现在这一组里面，对，所以你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或是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处过程之中
初期的时候所带给予你们的感觉，或者说你们相处的过程。那这段关系也因为拖了有点久，或者说两间认识也算是还蛮长一段时间。当然每个人的故事可能不太一样，中间有经历过了非常多的事情，有的人可能有交往过，有的人可能没有交往过，或是有的人可能有选择其他人过，或是有的人是没有的。那就要看每人的各自状况。那基本上在兜兜转转的情况之下，还是一样又让两人之间相处在一起，或者说把你们俩之间又绑在一起了。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张。那第二张的话，我终于抽到是钱币6。那钱币6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会这样子一直兜兜转转的状况下，也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其实有一些拆不断的缘分。最简单讲的话，就是在工作啊、金钱、事业、合约、商业的关系。那第二可能性就是你们可能就住在附近，所以就还蛮常容易会碰得到面。那第三可能就是你们是相同的生活圈，例如说像是学校的学生，或者是你们是一个团康活动里面认识的人。那这边有一部分的人话，有可能你们是在那个老人团体，或者说也不讲老人团体，就是比较年长者的活动社群里面，可能认识到这个人的状况居多，就是你们会在属于一个公众场合的情况下，让两人之间是有更多可能可以交流，或者是说可以见面的这个机会。好，那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很明显两个人之间其实会相互上面有一个共同的连接，也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的可以断开，所以也会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两人之间才会能够慢慢的越来越有更深的交集，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联络。那不知道有的人是不是属于会金援，或者是说会一直把对方当成是自己所谓非常要好的朋友。然后在这边看起来有的人会是年纪差也是有可能，例如说你的身份是比对方的年纪来得更高一点的，那种更高通常会差大概是一轮，就是12岁左右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也会抽到这一组。那当然小于5岁的话不会，大概是最多啦，就大概12岁以上啦。对，那比较少可能就顶多是差个6、7岁也是有的。对，就是这个年纪差、年龄差的状况是有出现在这组牌讯息，所以会导致于说你们自己本身是属于比较多可以去照顾到对方的人。那有一部分人是不是你们本来是有包养的，然后现在你们有自己不小心投入感情，所以可能来问你们的包养的恩主他们的现在想法跟状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你们的大牌的讯息又会是什么呢？好，世界。好，那这句话看起来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有的人可能会知道说对方本来就是有家庭，这个几率会比较高一点。那再就是有的人可能在问的这个人的话，除了有家庭之外，或者是他是单亲，或者是他本身是有小朋友的，这个也会有。然后或者是你们是在问对方是你本身是喜欢你本身是同性的人，喜欢同样性别的人，那你刚好这次喜欢上的人可能是属于异性恋的人，或者是不会有双性恋，应该是异性恋的人，那你才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会怕说自己是不是他的一个选项之一。然后再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有到中期的时候，相处的过程里面其实会有非常深的连接，所以两之间其实还蛮常会因为某件事情、某一些的活动，或者是某一些的户外的郊游，或者是有一些的因素会把你们俩之间绑在一起。那也会因为有这样的情况之下，让你们俩之间再一次的被撮合在一起。那当再次被撮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情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增加。那有的人可能会因为小朋友关系，也会有在这组牌中的讯息，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人，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有小朋友的，那是不是要因为为了这个小朋友去考量到这段关系的一些很多的事情跟状况，这会是成为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一个很大的症结点，或者说最大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有的人的话，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种未婚怀孕的情况，或者说不小心突然就怀上小朋友
这个几率也是出现在这一组的里面。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说，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共同的生活圈，或者说会有共同的事件。那这共同事件的话，是你们俩之间唯一的连接，可这唯一的连接也会是你们一个最大的压力的来源。为什么？因为这个压力的来源的话，有可能并不是你们本身所乐见的，并不是你们希望所发生的，可是这个压力来源应该算是一个甜蜜的负担，所以其实你们心情上面应该还蛮常算是在喜山温暖，可是也可以看出来说是特别针对如果说是有3人关系以上的人的话，这会是你们一个最大的筹码，所以有可能你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工作环境，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你们可能是一个共同环境工作环境之中的一个团队的伙伴，也容易会在这一组的里面。那其实你们跟这个人之间的连接跟缘分的话，要断开也是蛮容易的，但基本上你们也不太想要断开。然后有时候这个人可能对待你的态度的话，会有点断断续续的，或者说你会觉得他有点捉摸不定。当然也是因为他跟你一样，他也非常的犹豫，或者是说考虑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你们之间这段缘分，究竟之后应该要往什么方向去走。洋洋会觉得其实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关系上面是很纠结，然后你们的心情开心的几率比较少，大部分来说都会是在失望啊、失落跟紧张，还有害怕、恐惧这样的一个状态比较多，会呈现在你们个人的心理，或者是在面对说这段关系，其实你们会不自觉的把你们自己心情给绑架，可能也是因为你们的重心都在对方身上，跟对说这段关系中一个很大的期待。好，死神，那死神因为说其实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要结束也可以很快，但是要继续下去你们也知道可能会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其实看起来这段关系之中，你当初可能要去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起初你们想的还蛮久，然后你们也非常的犹豫，但是因为你们俩之间可能是双生火焰或者灵魂伴侣，就又不自觉陷下去了。那当你们不自觉陷下去的时候，本身对这段关系你们就开始渐渐的非常难可以愿意去放开，然后开始会一直不断的去投入，跟一直不断的去对于这段关系有非常高的期待。那你们自己本身也知道说这段关系可能很难会有个结果，但是你们还是会希望说可以有尝试看看的心态。那这可能很难会有结果的几率，就是你们心里有想过说其实这个人或者说这段关系本身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就是不健康，或者是在相处过程里面会发现到说对方对于你们其实确实会有一些不上心的情形。那有一部分就是你们也知道对方的秘密了，然后或是你们也知道说对方他的性向可能就跟你是不同，所以你们也会知道说可能这段关系是比较难以去推动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少的部分就是这段关系的话，你们会觉得比较难被身边人给接受。那比较难被身边人给接受的时候，关系就当然之后有机会在一起的话也很快容易会结束。那你们会觉得其实对方他可能看待感情啊，面对感情的处理的方式也是比较懦弱的。那当比较懦弱的时候，就会觉得对方跟你一样是对方比你还变得不勇敢。那当对方变得比你还不勇敢，只有你一个人在勇敢的时候，关系就也很难可以有所推进。所以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的话，要说去结束是可以，但是因为感情已经放下去，也不太能够马上的去结束掉。所以有时候你们会宁可就当作会有点算是把自己给蒙蔽住，或者是说有点不太愿意去相信所谓你们所认知的那个事实。其实事实就摆在眼前，但是你们会有点选择没办法去接受。那这个没办法接受另外的可能性也是在于说，如果当你马上选择这段关系要结束的话，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连接，或者说你们这个生活圈会发生一个天崩地裂的状况，那可能就会让大家整个心情不好受，或者是说整个团体就会变得不太好，或者说会影响到你们各自的人生未来的发展跟走向。所以真的要说结束，也没有到说可以那么顺利的，就是因为会考量到很多外在的因素，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解释。然后再抽到的是宝剑侍者。那宝剑侍者的话，后期
应该说中后期看起来，其实对于这段关系的话，你开始有很多的想法。你要去抽离也是可以，可是真的要你抽离的时候也是蛮痛苦。那你会一直不断的去告诉你自己说，我要改变，然后我要变得不同，我要慢慢的把这段感情给拉出来，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开始有出现一些转变了，所以你也逐渐的会就是说自己的心态会稍微做一点调整。可是基本上对你们来说，关系里面如果真的要结束掉的话，你们其实也是有点不愿意的。所以看起来这段关系中有一个可能性。第一个是关系变好，那你想要继续坚持，那你本身对这段关系你依然呢是抱持着一个比较正向态度，或者说抱持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去面对，就是在等待着这段关系其实在未来有机会一天或许你们是有可能在一起的。那第二个解释就是你们对这段关系你们的重心稍微有点调整，可能因为你们已经知道说这段关系未来走向可能会不太好，或者是说你们已经去认清了事实，所以你们改成了愿意跟对方当朋友，或者说你们愿意呢跟两人之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关系状态之下结束掉这一段可能比较不健康的恋情。但是你们心里是痛苦的，而且你们心里面应该很难走出来，这是特别针对说比较勇敢的你们这一群人。洋洋不得不说，要从原本所熟悉，或者说原本所习惯的，或者说有机会这段感情去认清这件事情，然后走出来，这个是非常勇敢，然后也非常值得赞许。因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承认自己在感情中的无法拥有的这个事实，就是所谓的执着。可是你们的就是说你们虽然能够去放下你们的执着，可是你们也是一直每天不断的在练习，然后也一直不断去努力告诉自己，对，可是你们心里面还是很难受跟很难过的。这部分是洋觉得必须要去赞许你们很有勇气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不管是哪一种，你们是属于哪种情况的话，其实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也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跟对方相处，这个也是希望让这段关系是变成一个更好的缘分。好，那今天我们抽到是宝剑十，那宝剑十就很明显知道说这段关系到后期的话呢，两人之间就很难会有个共同的心灵上的层面的交流，甚至有的人可能这段关系里面会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不读不回，或是对方已读不回，或是你会找不到对方到底在哪里，或者是对方有点避你而远之。所以看起来选到这组的你们，目前来看大部分来说你们现在可能是处于在一个断联的情况，或是两人之间是没有一个交流的情形，所以这段关系两人之间的话疑似看起来是蛮不好受的，或者是说关系上面相处有很多需要去调整的地方。可是对你自己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你已经付出你所有的一切，那为什么对方会不太愿意去面对你，或者是说为什么最后他又决定要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洋不得不说，如果说我们透过牌卡中讯息的话，就是知道说对方对你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了，那就算你们强硬要让对方跟你在一起，或者说把对方绑在你们身边的话，他还是会找各种的理由跟借口想要去离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会让这段关系保持在一个完美距离。其实对方他也不是害怕被你知道，或者说不是害怕离开你，或者说让这段关系搞得很糟，只是他这个人本身面对说你们这段关系中的冲突或者是失望的话，他比较不想去有安抚的情形。那当然有可能你们之间的能量会调换，就是你们发现到说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的毛病，或者说他可能有一些的不好的性格，或者说他可能有些秘密隐瞒着你们，那现在对方可能回心转意了，想要去追回你们，可是你们有点不太愿意去接受这个人所对于你们的好，你们反而会逐渐的希望说这段关系如果说当初没有认识，不知道该有多好，或者是如果当初没有认识这个人的话，或许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了。这是属于另外一种解释啦，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能量有可能会是互相对调的。对，所以那看起来这段关系最后面的结局，你们俩之间是真的蛮纠结的。对，
可是不得不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相处上来看的话，算是真的还蛮有缘分，就是这辈子你们是注定要去成为彼此之间的这个心里面的课题，就是说要去引导你们，让你们在面对于感情的话，要变得更加勇敢，或者说要能够懂得从原本的舒适圈给跳脱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抽到的是钱币侍者。那钱币侍者可以知道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要马上结束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容易啦，因为两人之间算是还蛮有缘分的，只是当两人之间比较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不得不说，两个人是需要花时间去适应，或者说去面对改变你们自己的人生。因为我看到这边其实有2个纯洁的，不知道那是鹿还是什么样的动物，那就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有很大的几率是要去唤醒你们内心之中最纯洁的那一面，或者是说要把你们内心里面最复杂，或者是内心里面最痛苦的那一面慢慢的去洗涤掉，要把你们最纯真的那个性格给唤醒出来。那其实每个人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或者是说所遇到的事情的经历越来越多，被社会的事情跟状况给洗涤、给磨练，或者说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之中给磨练之后，其实每个人心里面会开始逐渐有很多的创伤跟伤口，可是反而会渐渐的遗忘掉在孩童时期最纯真或者说最善良的那一面。所以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看起来呢，也可以算说对方就是要来到你生命里面，是要把你去唤醒你内在小孩最纯洁的那个部分。对，所以这段关系看起来，除非你能够走出来，或者说你能够去把你最真实的那一面给唤醒，要不然基本上这段关系应该还是会一直去绑着你，或者说还是会一直在你的心里面隐隐作痛，会有时候想起这个伤痕跟伤痛，会有点不太知道说自己该如何去面对你的下一段关系。好，然后再抽到的是恋人牌。那恋人牌在这边就可以知道说，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能够共同去跨越这个课题，你们能够去跨越你们内心中的心魔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对你们来讲就是会有很大的几率可以跟对方在一起。那但有的人很有可能在这段关系之中的你们后续可能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对，其实要看你们的状况啦，因为这个情形的话比较多有可能是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是属于双生火焰或是灵魂伴侣，那其实这2个的状况要在一起的几率的话，灵魂伴侣的几率会稍微高一点，可是如果说是双生火焰的话，两人之间一定会经历非常多的考验跟磨难，那两人之间必须要一起去跨越，那这个在一起的几率才会比较高，要不然会依然觉得自己的心就像是被火焚被火吻一样，就像是一直在烧着那个痛，你的灵魂都一直在抗拒着这段关系，所以两人之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必须要一起去面对。那我们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有没有机会，就是那个几率在一起会不会高一点。洋洋来为大家抽2张牌，让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当然有可能都会有，有可能都不会有，那就要看说后面你们的再延伸的故事是如何。因为其实最终的结果看起来就是说，这段关系会从原本的相处好，然后到中间的冷漠，然后接下来就是然后中间的压力大，或者说比较少联系，然后再到后面的关系走向下坡。那走向下坡的时候又好像有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但这起死回生机会看起来你们是还没有出现，甚至我们还要看一下最后衍生的讯息。要不然洋洋就等一下再拍专语给会员，你们的衍生的讯息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的有两张，那就给大家选说你们俩之间在一起的几率会有多高，那就给大家选，洋洋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去按照你们感觉选择一下。好，那大概已经过了15秒，因为洋洋顺便喝个水。好，那我们先来从右边开始看好了。不好，那看来其实你们这段关系最后面在一起的几率的话，基本上就是0%。所以
天使会蛮希望说你们可能要走出来，对说这段感情的伤痛，或者说你们对说这段感情的依赖的感觉，就是要在一起的几率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如果说你们继续纠结在这段关系的话，其实最后面受伤的会是你们自己。那我们看一下左边流星征兆，那流星征兆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你们接下来是一定还会有你们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跟你们面对的困难。那只要你们能够跨越这个课题的话，其实基本上这段关系就会有非常高的几率，但是洋洋没有到说一定，因为双生火焰要在一起的这个几率本来就很低。那既然我们出现了流星征兆的话，其实就表示说这段关系是还蛮有很大的几率跟可能的。那这个延伸故事洋洋就是在拍给会员看好了。那我们就是一般的广告会员，我们就先到这边。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方他有什么，应该是说浪漫天使神谕卡想跟你们说什么样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要给予你们在这段关系之中？这个讯息的话，没有针对任何的就是说，并不是天使神谕卡的衍生，所以大家都可以听，都可以看。所以洋洋先把它给盖起来，免得大家会受到影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最终的结果的部分的这个议题、这个主题的话，浪漫天使神谕卡要跟你们讲什么样的讯息？好，那第一张，付出努力，我们来把字弄近点。美好的爱值得你依循内在的引导，逐步采取行动。好，那么看起来就是说，在你们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如果说你们真的很希望自己可以拥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爱情，或者是说可以属于拥有你们自己一段深刻的感情，或者是说你们的正缘，你们一定要去相信你们自己内在的声音。其实你们的内在的高我都一直有在跟你们对话，又或者说你们的宗教、你们的信仰，或是宇宙，他们都会用各种方式让你看见真正爱情的样貌，以及你是拥有值得爱情的美好。所以那每一段感情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棱角，只要你能够把你这个棱角给磨平了，或者说把你的棱角把它磨得圆滑一点，其实你的感情很快就会到来，你很快就会看到说，其实你是值得被人爱，然后你也是值得拥有一份属于你自己的一段感情。那你当然也会知道说，一段感情里面你真正所渴望的，你需要的会是什么。然后再来，相互依附，诚意的行为正在影响你的爱情的生活。好，那这句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自己本身面对感情的时候，可能很容易会因为习惯而喜欢上某一个人，或者是说会觉得跟这人相处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是舒适的，是舒服的，但是你们会忘记，或者你们会没有留意到，其实这个人性格或许是并不适合你走长远的关系，又或者是像洋洋所提到的，有可能这个人跟你的喜欢的性向就是不一样，那你又一直不断的要去强求在这段不属于你的恋情，不属于跟你同样性向的人，你当然也很容易呢会走向个错误的或者说不好的结果。然后再来就是你们这段关系也是有可能会因为外在的物质的条件，或者说物质的生活，或者是说一些他人的光鲜亮丽的外表，然后逐渐的让你们会陷入在一个不属于你们之间的这一段关系，所以就很容易让你们的关系里面呈现出一种比较没有结果的这个成瘾的行为，就是说你们会容易在一段错误的关系里面陷入在里面，然后一直重蹈覆辙。对，你们应该要去留意到说，为什么你会一直感情都失败，或者说你为什么都会遇到一个相同类似的情况，然后你的感情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结束。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不自觉了上瘾这一种错误的轮回？因为错误的轮回在初期他们所代言的感觉跟感受会蛮雷同跟蛮相似，可是这个雷同跟相似的话，基本上会让你很喜欢。所以有时候你们要去重新审视一下你的感情观，或者说你的爱情里面为什么会容易失败，那整个故事事情的发展跟状况是不是有点相同，然后对方每个人所带领的感觉跟感受，他们的性格是不是都有相同类似的部分出现。那我们来看到说，在未来的你所想告诉你们什么样的话。好，首先第一章，
我放弃了。所以看起来有可能是说，在未来的你们，其实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应该是已经有点等到累了，所以会想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的发展的机会，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他可能想要告诉你说，真的很对不起，我已经累了，我已经想要放弃了。就是这段关系看起来后面要走的这个几率其实会蛮辛苦的。对，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有人抽到的是这个流星征兆，如果说是抽到流星征兆的人的话，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有可能你已经被对方伤痕累累了，所以后面也已经开始对说这段关系没办法用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所以也开始逐渐的产生一种比较负面的思想跟想法，就会想要去放弃掉你们的这段关系。那其实要看你们个人自己，因为其实那是未来的你想要对现在的你说话，所以其实你自己的性格，你应该也会知道说，究竟接下来你的想法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转变，或者说你最后面也终于知道你自己可能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感情，什么样的感情也是最适合你的。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拥有爱情的权利跟机会，那你要如何从过往的错误去学习成长跟走出你们的所谓成瘾的行为，这都是一个你们人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放下控制，所以看起来其实为什么会想要去放弃，也有可能是因为对说这段关系总是必须要一直去监督着对方，或者说要一点过度的去审视这段关系，又或者是要一直不断去看这段关系有没有哪里有点问题，或者说哪里是有需要你们再去更加的留意到。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都会是一种让你们感觉非常痛苦的事情跟状况，然后你们其实心里会还蛮累的。其实控制感情，或者说控制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去不断去翻阅对方的就是他的脸书啊 IG 啊，或者是说他的那叫什么微信，他的个人的手页墙，他的交友圈的这个状况，对我们来说其实本身一直去看，然后看了又会想很多，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话蛮累的。所以后面的你们的话，应该是有发现到说自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你会不自觉去心疼这样的你，会不自觉想要去操控着你们自己的心情，然后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控制这段关系的发展，为了让这段关系发展的更美好更好的方向，那你们就可能花很多的钱，或是说花很多的时间，一直想办法让你们变得更好。可是你们可能也会有意识到说，自己变得更好这件事情的话，有没有是你们真的想要的这个你们个人的状态，或者说你们个人所变得更好的那个样子。有可能对方喜欢金发，那你就把自己染成金发，可是说不定你自己本身很喜欢是亚麻色的发色，那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会喜欢一个金发色的自己，这应该不是自己所想要的。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形，或者说你可能本来就不喜欢吃青椒，但因为对方喜欢吃青椒，就跟他一起去努力去吃青椒，可是最后面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还是很讨厌吃青椒。那当对方不理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特别讨厌青椒，可是当对方理会你的时候，你就愿意又再去吃你讨厌吃的青椒。其实这样子反反复复的状况之下，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然后你的健康会出现很大的状况，会睡不好，吃不好，会一直特别去专注在说对方所对于你的情绪上的反应会是如何。很高兴认识你。那这边其实在未来的你会想告诉你说，其实他会觉得能够去认识到自己最真实的那个样貌，自己最真实的样子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因为去更加的了解自己之后，反而会知道说自己需要什么，自己需要去改变什么，然后自己欠缺什么，自己需要去增加什么。那第二个解释就是，对于说认识这个你们心中所想的对象，你们本身会觉得是一件值得的事情，然后也不太会想要去憎恨对方，或者说也不太会想要去讨厌对方。你们会觉得其实也是因为有对方来到自己的生命里面的话，也算是一个宇宙的礼物，或者是说上帝的馈赠，或者是你们的信仰所带给予你们人生更好的指引，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磨练。好，情投意合，那就是说你们会觉得一段感情跟一段关系里面曾经有，就是说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反而会让你们更加知道说，在未来的你们一定会遇到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正缘的对象，所以也可以算说蛮恭喜你们，就是在未来的话，你们不仅能够找到你们自己人生中的定位跟方向，那你们也遇到了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真正的正缘，因为你们的性格，你们的棱角已经被磨得比较圆融了，或者说你们对于人生有一个新的方向跟指引，所以你们也开始逐渐的明白了解到说，一段感情或者说一个的人生是需要花很多的人生的历练跟磨难，才有办法塑造出，或者是说把自己最好的那样子给引现出来。所以雅妍会觉得说是蛮值得期待未来的你们是会变得更好的。好，那来看到最后面爱的序卡所给予你们的讯息，就是说如果说你们都一直持续在一个失望啊，或者说一个失落的这个状态情绪之中的话，其实你们是没办法得到任何的东西。会反而建议你们说，或许每一件事情的失落跟失望，我们可能也不用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启示跟启发，但可以非常明确表示说，是一定宇宙希望你能够有所成长，然后他会希望能够把不属于你的人早日让你们看清楚自己的状态，或者说这段关系里面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去做调整跟改变的，一定会是由你们必须要去做变得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要去调整你们的性格。有的时候在关系里面一直不断的付出，或者说一直不断去调整自己的步调跟方式，你们也要去了解到说对方有没有希望你这么做，或者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对方是不是希望你们改变的。如果说你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对方所想要的，其实你们做的再多都是没有用的，或者说对于这段关系是不会有任何的好处的。好，那这句话就是序卡会希望说你们要慢慢的把你们情绪给拿回来，然后去为了你们自己能够拥有幸福，所以要去调整一下你们自己的步调。好，那这边的话就以上选项在主牌组的讯息，希望是能够帮助得到你们。好，那如果说以上讯息是对你们有帮助，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刚刚有抽到的是关于这个流星征兆的朋友的话，其实洋洋会有一个会员完整的影片，你们可以再去看看。那如果说还没有加入洋洋完整影片的会员还没有加入洋洋付费会员的话，你们可以加入看看这样子。那在2023年7月份的话，洋洋就会特别针对说同志的部分会有相关类似的影片，那费用的话就不会是现在的100元，会是稍微高昂一点，会再增加一个铜板的金额。那当然就是特别针对说同性或是双性恋的议题，会去做特别针对于塔罗牌不一样的一个解析。那基本上的话，如果说是异性恋或者是就是说其实塔罗牌它的讯息的话，也是每一个主题都是符合到大众的部分，只是洋洋会还是比较喜欢是在特别针对于说比较集中一点的讯息，但是那个还是算是说大众占卜的一环。那如果说你们本身财务上面是比较充裕的人的话，也可以找洋洋，或者说找你们信任的老师去做这方面的占卜，看看说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要去做指引。好，那这句话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